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硅谷帮的谈话节目啊。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朋友一起来聊有关 H1B 的话题啊。这个可能是很多咱们留美的留子都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一位是德恒硅谷资深的移民律师，龚律师你好。哎，大家好。一位是Google 的前 engineer，现在在做 life coach 的 Joyce，Joyce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好，欢迎两位，欢迎两位。哎，我不知道大家这个最近是什么心情哈，反正看这个 H1B 这些新闻，在联想自己以前的这些所见所闻、所经历的事情，内心都是一股无奈啊。这个前段时间突然说这个10万美金的 H1B 的申请费。虽然后面证明了对大部分人的影响，是虚惊一场，但是我记得当时看上小红书上无数人，对吧？不管是回家团聚的、回家结婚的、回家奔丧的，都是立马终止自己的行程，第一时间买一张机票，然后赶在那个最后的截止日期飞回来。虽然最后证明是虚惊一场，对吧？没有这事儿，但是可以看到这个事情对大家的生活的这个 disruption 都非常的巨大。对，我不知道两位最近是看到这些新闻是什么样的心情啊？我们这个心情很复杂呀。虽然我们其实是17年那一届这个政府，我们也经历了一些坎坷，但是今年的坎坷真的是比那一次的坎坷还要升级，所哎，以，很多这种 surprise，很多想象不到的一些政策，而且落地的非常快。就像刚刚说的这个10万的这个政策，它是比如说星期五我签了，星期天就生效，一点这个大家准备的时对，间都没有，就大家都很崩溃。然后最近这个 EAD 也是，就是30号这个拿出来做 publication，大家可以有30天的时间 comment，但是30号就已经生效了，就是他说的那一天就当下生效，对，就一点缓冲的余地都没有，就真的是很多 surprise，所以就也很理解大家的这种艰难吧。就今年确是的，实是是的，随时都是做好准备，应对各种事情。嗯，嗯，对。然后我是想补充一点，就是从心态上，我觉得也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在美的这些科技从业者也好，就在美工作的人，有非常巨大的变化。就是下一秒就不知道到底这个政府会做什么样的决策，那我的人生轨迹又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就是每走一步，感觉都是在非常非常艰难的前行。对，对呀，对我觉得整体的趋势，如果我们从08年金融危机开始算，因为08年是当时是因为这个金融危机以后，需求不足，市场上的职位非常少，能够拿到 H1B 的人，能够去申请 H1B 的人就不多，所以最开始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问题，一直到12年、13年、14年开始，哎，就开始申请人数超过这个 quota，然后就要抽签，对然后抽签就越演越烈，越演越烈，中签率一路降低，对吧？然后经历 Trump 的第一个 term，当时就已经是鸡飞狗跳了。对。中间好了这么几年，然后 Trump 第二个 term 形势急转直下，总体我觉得这个趋势就是越来越混沌，然后越不可预测。我觉得这确实对大家的影响都还蛮大的，我甚至都不知道从何说起，就这个事儿，对，大家影响都对非常非常大。嗯。对，对，其实光是 H1B 本身这个政策，它就不在今年的这个环境下，我觉得确实已经是给大家有很多困难了，或者说这个政策也不是对于国外在这边留学想要留下来工作的这个留学生来说，确实或者是在这边已经工作的这个员工来说，已经不是很友好。比如说抽签这个，你说从12、13年到后来，就是前面在做这个改革，就是做这个一人一抽的这个改革之前，应该是3年前吧，那个数据已经是达到有80万的人 sign up。
80万的80万人sign up。抽7.5万。对啊，抽8.5万，就是6.5万加2万是8.5万。80万 sign up 那一年，我待会儿查一下是哪一年，应该就是2、3年前，对，3年前左右。那个时候存在的情况就是说，我有这么多人 sign up，但其实很多人是重复 sign up 的，因为那个时候并没有实行现在的这个一人一抽的这个政策。那只要是公司愿意 sponsor 我，这个公司就 sign up 我，那我一个人可以去找10个公司来 sign up，增加我的几率，对吧？对，那所以那些印度公司就是一个人，像当时 Facebook 上就有人说啊，我今年有22个公司帮我抽，我今天我有10几个公司帮我抽，这个都真的是觉得这个数字高到不可想象。所以那个时候存在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那我当时一抽下来就是10%，就10个人里面中一个，对。但是呢，其实交申请是交不了那么多的。就是中国移民局又没有收到那么多申请，所以他就第2轮再抽，他们叫海底捞嘛，就你们还记得吧？海底捞就是我再抽一轮，再抽一轮还是交不足，因为可能很多人是重复的，他就不需要每一个都去交案子，然后就再海底捞一次。就是那一年其实是有2次海底捞，就是一共抽了3次。对，就这么夸张，所以大家就是这个心态，从3月份这一轮，对吧，才抽中了10%，我就根本没有戏。然后又说哦，8月份又说啊，海底捞太好了，就是又来一轮，然后在11月底又来一轮，11月份左右。所以当时的在这个情况之后，当然做了改革，现在就是不可以，不管有多少公司帮你抽，但是你就只占一个名额，就不会存在这样的情况了，就是有一些改观，对。那这种情况的话，对于就是说已经被公司录取的人，然后在美国的人，他 H1B 抽中的几率其实是会变大的吗？还是说，就最后现在这个政策如果跟工资挂钩的话，具体对他们来说最大的影响是什么？你是说明年是吧？对，明年以及就是曾经的情况，就现在这个也不知道明年会不会又被改，对不对？就是因为对，因整为明年体的就业环境看起来是在对变得没有那么好嘛，但是这个对，因为明年的情况确实有很多因素。第一个就是说，我刚刚讲这个，他抽签现在是一人一抽了，那这个是对大家来说是有利的，就不会存在这种对恶性的竞争啊。然后呢，对，我刚刚看到这个数据是24年的这个财年，也就是24年的财年那一年是76万，就是我刚刚说最多的。然后再往后的话，就是到了50万，然后之后就是到了25年财年，大概就是50万的样子，就是应该就是25年财年是24，就是我们的24年，对，然后就是今年了，今年其实抽中率就是26年财年了嘛，今年对，是26年财年，所以它抽中率大概已经达到40%多了。啊，所以就是他首先做了一个一人一抽，然后呢又做了一个这个申请费，就是抽签费用的一个提高，从原来的10刀变成现在的200多刀，那这个费用的提升也会让这个抽签的人变少，所以今年抽中率有增加。那你说明年的话，如果有这个10万的这个不变的话，那我相信抽签 sign up 的人肯定又会大幅度减少。对吧？比如说印度的这种海外直接从印度抽签的来做 IT consulting 的这些员工就会大量的减少了。这个对在境内抽签其实是一个抽中率会提高的一个情况。我们要确认一件事情，就是这个10万刀只对境外申请 H1B 的人对有。对，这个是在当下，对，在当下的这个政策是确认的。那在境内的留学生不受影响，但这境内留学生不能说完全不受影响，就是他们如果能成功的 change status，就是他 status 没有问题，他可以在境内从 F1 转到 H1，那就不受影响。但是如果是他不能，比如他身份之前有过问题，或者他当时就是有其他的情况不能够在境内转，要到境外去激活的话，那就还是会受影响。但是总的来说，像刚才 Joyce 问说，那明年会怎么样？我觉得如果这个政策不变，那就是sign up 的人肯定会少很多，就是抽中率肯定会大大增加，也以至于大大增加到那个 wage level 已经可能都不太会影响，就大家可能都能抽中。那我补充一个问题，就是从我自己的个人经历来看的话，
那就是说，现在通过就是普遍通过留学，然后留美留下来的这一批人，影响他们留美的最大的因素，不一定现在卡在 H1B 的抽签率上，而是说就业环境不好，导致没有这个机会能待下来，这样理解对吗？还是卡的，但因为你即使是提升了一定中签率，但是我不知道明年如果是就算是20万人抢，你也是小于一半的中签率啊。对，就是说，如果是这个中签率提高，对吧？嗯还有，我觉得我们还要考虑一个因素，中签率提嗯高了，我们不知道明年会提高多少，对吧？这嗯是一个因素。就业市场确实也不好，这个我们比如说什么亚马逊最近裁员的这个嗯。新闻也是很夸哦，张。这个我好想讲。对对对，对对，对，我马上讲完这个，你就来讲这个。然后就是，其实很多雇主是不愿意抽签的，有一些雇主也不是那么愿意抽签，所以就是比如说，我觉得科技行业还是可以的啊。然后像我觉得一些创业的公司可能是比较愿意，但是还有一些更传统一点，然后很多比较大的一些公司，他们可能都没有经历过sponsoring 这个对。身份的事情，所以他们是不愿意的。所以就是说，针对留学生留下来这个事情，它是很多重的困难。嗯嗯嗯，是好，这样的。哦，对，我就是最近看到那个亚麻在裁员的新嗯，闻，我说实话有一点 PTSD。每一波大裁员，我的 PTSD 都会上来一点，因为我曾经经历过2次大裁员，然后第一次是在19年，然后当时就是当时的公司的整个 office 被端掉，然后第二次裁员是在2023年，就是 Google 的 massive layoff。然后我想说的是，就是而且你当时都是在 H1B 的身份，对不对？对，我当时是在 H1B 的身份，我第一次的身份更惨，差一点是在 L1 的身份被裁，L1 被裁，相当于你就要回国了。然后，怎么说，就是他对心态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然后我现在回看，我感觉有一个地方，就是说心态上可以做调整的地方，尤其是对于可能刚刚正在找工作的 new grad 来说。就是你你还是要考虑给自己留后路。就是当你看到就业环境这么不好的时候，就当你决定不了系统，改变不了环境的时候，我觉得比较能做的是自己的心态建设，就是说我是不是唯一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就如果你眼前看到的是我只有这一条路能走，我一定得把我现在的这个专业做的东西熬下来，到后面每次面临这样大的变动的时候，对人的精神消耗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我自己当时精神消耗没有那么大的原因，一部分是我在美国生活，我不仅仅是在专注我的工作，我来美国的时候，我就开始就是在培养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就比如说真正找到一件让你非常想做的事情，可能有的人觉得是攀岩，有的人是潜水，有的人就是和朋友打打桌游。就是说你在工作之外一定要有一个能给你赋能的东西。就我们现在那个都没有。能维持生计吗？对，这个就我就想说的是这一点，就是说，当你在，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作用，就是当你认为你在维持生计一定要靠着这一份工作去来达成一个目标的时候，这件事情对于你的比重太大了。一旦你有任何的变化，这个心理压力，尤其是你自己一个人在异国他乡，是非常非常难承受的。就是这个时候，如果你有一个 support system，一个支持的系统，不管是朋友也好，或者是你其他的感觉，哎，更有意义、更能为生命赋能的爱好也好，它是能更好的帮你重新重整你的思绪和你的力量。就比如说我当时第二次被裁，在 Google 那个 massive layoff，哇，马上就去滑雪去了，去滑了好几去天。滑雪，你还是想对，得开呀。对，就马上去滑雪，滑了好几天，发现思维都开阔，就觉得我当时滑完以后，会觉得我的人生不仅限于此。我知道我的能力，就是说一个公司决定裁员，不一定是跟我能力直接挂钩，它有太多我自己控制不了的因素。然后，如果我用这3天去滑雪，它能让我
以一个更好的心态来真正的去准备面试。如果这3天我直接开始准备面试，从一个高压的环境又进入到一个新的高压的环境，然后再加上这种不确定性，以及如果我不停的去看其他的新闻，其实它不会让我调整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状态。因为当我在一个比较消极的状态的时候，我看到很多问题，比如说我准备面试也好，准备系统设计也好，有一些那种可以让你灵光一现的点，它很难建立。其实它这种情况下，准备面试的效率是低的。反倒是当我做了一个短暂的调整以后，我觉得诶，好像有新的方向。然后就像当时我觉得新的方向就是，我不一定要找大厂，我先把我的身份 secure，我先去找一些我认为比较有意思的小厂去待一待。对，就是我就想 share 一点，就这点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就是你要有一个能给你就是除工作以外能给你赋能的东西。然我后这个它，记得当时，对，我记得当时你还有，你就觉得，我记得你有提到一点，就是说你当时啊，它为什么这么好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你其实对 H1B 的政策没有那么了解。对对，这个也是我认为一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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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思的点，就是我不慌，可能这就是我后来在我被裁以后，我尽量不去看那些 social media，因为我发现有时候我知道更多的时候，我会不自主的去压制自己的那个压制自己也好，或者过度释放也好，我觉得它都不是一个非常 balance 的状态。反倒是这个契机让我获得了一个更好的平衡，看清了方向。我觉得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有一个看清你下一个方，就不管它是路线 A 也好，路线 B 也好，你先给自己看到这几种不同的可能，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要不然可能就是说，很多人觉得我被裁了，OK，那我下一个我也可能就是我再进一个大厂，再卷，再去被裁。那这样在心态上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一种打击和损失，然后很容易就会觉得非常迷茫，不知道自己就是我为了生存也好，但是反倒觉得这个系统不适合我生存。嗯，我对觉得这个心态其实就是特别的，怎么讲？我觉得不管什么事情都不需要把一个事情放得那么重，就是把所有的这个 weight 全部放在一件事情上，这个对，压力都会太重。这不光是找工作，H1B 其实对很多事情都是一样的。你如果这个事情变成你的唯嗯一选择，你没有其他 option 的话，那这个东西对你的压力嗯就会非常大。嗯嗯，我说说我自己的经历。我记得我来美国之前，我是都没有听说过 H1B 是什么东西的。对，我完全不是一个，对，就是掌握了所有信息以后非常 rational 的一个 decision。嘿，我要来美国，然后嗯读书，然后找工作。No，我根本就我来之前我都没有听说过 H1B，因为我来之前那个时候还没有抽签这回事儿嘛，那 quota 还没到呢，所以估计网上也没有人提啊。然后所有人就自然而然找工作，然后都能够拿到那个，就都下来了，都留下来了。所以我完全没有听说过。我是到这边开始找工作以后才听说啊，还有 H1B，H1B 是个什么东西？当时就想啊，还有抽签，我当时就觉得特别不可思议。我说一个人的命运居然是靠抽签来决定的，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事情好不 make sense 啊。而且你越了解，你就越发现这套 system 它极其不 make sense，它处对处都不 make sense。对吧？凭什么咱们中国人要排5年，印度人排10年，对吧？其他国家的人根本队都没有，就直接申请直接拿，对吧？对，凭什么这个事情动不动，对吧？你中间换工作也是困难，你出国嗯然后再进这个美国也是问题，就哪哪都是问题，就觉得好像有时候觉得这个 system 好像就不是为了说美国是要吸引人才，让你留下来的嗯一个陈述的政策，这更像是拼凑起来的拼盘政策。就读书时候是什么政策，找工作时候是什么政策，对吧？然后移民又是一套政策。它其实都不是 connected，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把自己绑在这条战车上，因为这个东西就像今天看到的，它随时会变，对吧？对10万刀，对，收10万刀，我都闻所未闻，对吧？对，这个太夸张了，太这个太夸张了，对吧？所以我觉得，就像刚才 Joyce 说的，就是你如果能够把你自己的这个主线能够嗯想清楚、想明白人生的主线啊，不是说找工作这个事情本身，但是对对对部分。
但不要 all in，我是说不要 all in，all in 就压力会非常大。对，我就我就我非常赞同。我的体验是这样，对，但就是说，可能也很理解他们的这种心情，因为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哈。对，就是一个人在海外，然后工作又和身份紧密相连的情况下，哈，这个就是天大的一件事情了。你就觉得说，哦，我还要去，你说我其他的 social 的事情也好，我其他的爱好也好，就自然而然就变成不是那么高的优先了，因为那个事情就很大。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当时有一个心态，就觉得说啊，我回想我对比我自己和比如说在国内的同学同龄人吧，你就会觉得大家心态真的很不一样。我们就对这个工作的这个重视程度啊，有些甚至我们身边很多人就是也不敢回国，就和家庭的这个联系也要只能减少，就是因为很害怕被 check 呀，害怕一些身份上出问题，我们就留在美国。然后真的是牺牲了或者说忽略了非常多的事情来重视这一件事情。但我同时同学在国内的话，大家就会想，比如说，哎，我这个工作我可能想停一段时间，我先休息6个月，我看看啊，我看看自己真的想要做什么。我当时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哇，有这么好的机会可以停下来6个月，我觉得我们是不可以停下来6个月的，对吧？那身份怎么办？是，哇，然后当然还有很多限制，你的这个身份和你的专业又要对口啊，这些对，这已经是非常大的限制了。那国内的同学可以说我试试这个行业，试试这个行业，就有很多很多自由。所以这个你刚刚就是讲这个心态和现实之间的这个结合，就是真的是要一个就是很清楚的一个目标，或者是真的是要有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和认知才能做到的。我忽然想到，好像我感觉会有一个 gap，就是先这样想的，就是在父母也好，或者自己决定自己要出国走这条路的那一刻也好，他们就如果是我们能都想到这些所有的风险，在出国之前把这些所有的风险都列出来，告诉自己，然后全部列完一个 Plan B，会不会好一点？我不知道。我觉得就不要出来了。当你列完所有风险以后，发现这个风险太大了，哪哪都有可能，是风险。那风险有可能。也有地方规避嘛。然后我以前不上小红书，我是后来就是在做 life coach 的时候才开始上。然后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我最开始不懂的，就是大家都称呼自己的老公老婆为队友，我最开始是不懂的。后来我现在越看越懂了，就是你在这么一个非常艰难的环境中生存，可能婚姻本身它已经跟我们传统意义的不一样。我们是结伴生存在这个地方，所以你是我的队友。我被裁了，我用你的 H4；你被裁了，我用你的 H4。然啊，后就是是是，就我不知道你们有接触过这样的朋友或者这种有有有有有。例子吗？哎呦，太多对，了。我们第一个要问的就是你有配偶吗？他是什么身份？律师肯定必问的 是先 checklist 之一，对吧？必问的呀。对你这个第一个 backup 就是你的配偶啊。然后如果没有，但大部分他都已经没有。如果他有，他已经知道他有，他可以怎么办了。所以能找到我们都是没有的。对，就是要靠自己。那也有其他的一些 options。嗯。哎，所以说这个事情就是我知道这可能我们聊起来对吧？我们还嘻嘻哈哈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这个情绪是很难消解的，就是当你对，陷入到这么一个情绪中间，有这个身份的困扰，其实就是很容易会陷在里面，很难拔得出来。这个也我觉得这个也 OK，就是不是那么容易能够放得下的这个事情，就确实是对很多人都是很重要。我有好几个朋友，就是因为嗯身份出了问题，然后就很消沉啊，人就很消沉，这个我也完全很能理解，对吧？大家都是对吧？大家都是出国留学，然后哎，凭什么最后就是我，对吧？你要说运气吧，当然你要说你也知道是运气，对吧？比方说抽不中或者什么什么，对，extension 不过什么之类的，但是你就很难真的把它当成一个运气来消化它，就你就总觉得这个事情我很不开心，对吧？为什么是我？justify 不了，对。但是就发现不了，这个确实是非常困难一个事情。刚才那个龚律师有提到说有队友的身份，我觉得我们也是一样的啊，我们身边有
朋友，如果是不是如果啊，就是真实的有朋友就是出现这种问题，嗯我们当时第一个劝的就是赶快结婚啊，你赶快你跟你朋友结婚啊，你还在想啥呢？对吧？你明天就对，去把证领了，因为这个多少是15天是吗？有太多了。一个一个期限。对吧？就是如果你抛开这个情境，你很难想象会说出这样的话。你劝朋友，你们赶快去把婚结了，就是你们在说啥呢？对，对，我们其实也遇到很多客户，就是觉得说，他可以通过婚姻来暂时嗯，解决一些问题，甚至是拿绿卡呀，可能跟这个通过配偶更快啊，或者是被裁了以后的一些临时的一些情况需要这个支持。但其实大家很纠结的，因为你想婚姻这个大事情，对吧？他们都会非常纠结的讲说，当然希望不要用这个理由来结婚，这个为以后也嗯，埋下了一些隐对患，埋下的隐患的例子也很多啊，以后是吧？对年年吵对。架都会翻出来说，真的。对，是很能理解的，对，就是可能本来虽然也是最后是肯定要也有可能是真的是要结婚，但是这个时间这个 timing 不是按照自然的本来从只是婚姻的角度来考虑，而是最后说是因为这个原因，那确实就是一个问题，对。不过我还是想说呢，虽然 Joyce 当年是因为自己不太这个了解这个政策，心态非常好。我觉得，尤其在今天的环境下，还是要去了解政策的。对很难不了解的。对对今天的环境下，你铺天盖地的小红书打开对对对，全是。没办法不了解。当年还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啊裁员或者什么，然后找啊找工作找工作真的很好找。当年可能因为对口的关系，但是19年以后，就是尤其是疫情以后，我觉得就是那个大泡沫疫情中间那些科技大厂招了超级多的人，从第一波亚麻的大裁员开始，我明显感觉到就是更困难了。对。对对对。就是有一些政策，比如说时间线呐、什么时候可以找到工作，可以把这个身份续上，比如这个60天呐、或者是现在又这个 EAD 又不能续了，不能在续的期间自动的延续，那就要提前去做计对，划，提前去递交等等，像这些事情，确实有很多留学生或者很多在美国的这个职业人士是没有花很多心思去考虑的。嗯他们就觉得啊，这个好像按部就班，都是公司应该帮我 take care，或者是啊别人只要没有提到，也许没有什么问题。当嗯，出现了一些情况之后，就会变得很着急，很有的时候棘手。甚至对，有的时候甚至会就是影响身份，被迫离境，都是有这样的例对子。嗯，对，对，所以基本的我觉得还是要就在基本的政策还是要去了解，但是呢，又要有像刚才 Joyce 提到那种心态，就是我还是要有更大的一个心态来面对这个人生的这些事情，然后在这个心态下，我嗯，还是有这个勇气去先把这些政策，然后一些风险都考虑在里面。对对对，对。我记得我特别印象深刻，就是我读书的第二年，那个当时要找工作，要申请 H1B，然后我记得我当时特别想去 startup，因为我都到美国来，对吧？怎么不能去硅谷体验一把这硅谷的这个 startup 对，呢？对吗？嗯，然后了解线下来发现 startup 不 sponsor H1B，我当时脑子都是懵的，我说啊，这种事情就是这好不 make sense 啊，这个事儿。然后我还记得我特别因为这个事儿，我那些 professor 学校的 professor 有那个 office hour，我就把这个问题抛给了我们的 professor，他还是教创业的，他就是教 startup 的，哇，是 presentation 教授。我说我特别想去 startup 上你的课啊，我也很 很 inspiration，我想去。但是呢，我是国际学生，但是很多 startup 不招这个 H1B，哎，你觉得这个问题怎么办呢？我记得非常印象深刻，我那个 professor 当时足足盯了我大概有5秒钟，他可能都不知道这个东西，他都不知道哦，什么是 H1B，你知道吗哎，？Exactly，我当时就给我一个巨大的一个 shock，我说原来这个困境其实只有我们才知道，就别人连对，知都不知道，他们都没有听说过 H1B，他们没有这样的困扰。然后我当时我就觉得，哈，这个听说绿卡拿了要6年到7年时间才能拿下来哈，一切顺利的话，我想哇那个时候我是不是都太老了？Too old to go to startup，这个人生是不是就
就感觉错过了这个黄金时期去加入一个 startup，就觉得哎呀，好失望啊，好难过，好伤心啊，对吧？当然了，我最后实际是因为我那个 H1B 第3年的时候，就是拿到了那个 嗯 PD，拿到那个 嗯 priority date 啊以后可以换工作，我其实跳去了 startup，就等于是有一半吧，half half，就是最后还是去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最后说实话，这个 startup 也有高潮，也有低谷，最后也不行。所以我最后感觉来就是说，人生这个东西哈，你总觉得你失去了很多，这些东西都很重要，所有的事情，嗯如果不成功会非常 pathetic，会 fail。但其实你有时候想，即使没有这些，你的人生就一定一帆风顺吗？你就一定能够去一个什么硅谷这个最 top 的 startup，跟 Mark 嗯 Zuckerberg 一样，然后你就一夜暴富，然后你就成名成功吗？也不一定。就即使你有对这些，你也不一定，对吧？你即使而且反过来说，很多人就最后呃没有找到工作回国，那回国有很多人就做得非常好啊，因为国非常好，内有很好的对，公司。对对对，我他们的这个 ownership，他们的这个 scope，甚至比你在美国，你靠英文在这里跟这个美国人在这里，对吧？compete，有人在国内发展的就会更嗯好。所以我最后是觉得，就这个事情啊，就是人生其实不可预测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我不知道这样能不能够帮助到大家能够更 feel comfortable 一点啊。但是我是觉得，不要把这件事想得太重，因为我们总是去 compare 一个理想情况，觉得在这个理想情况里我会怎么样，但其实人生嗯没有理想情况，嗯，光走哪对，条路，你不能保证你的人生都是一帆风顺的，你不知道你的坎在对什么地方，对吧？所以你在一条没有试过的路上，你就不要把它想得太完美。也许现在的就是最好的，you never know。所以我是觉得不要太当回事儿，不要太当回事儿。就是不要有那么多执念。我觉得嗯你是想说，就是什么东西我们抓得很紧，可能是因为我之前只认识到这个嗯的价值，或者是身边的人在这么做，所以我好像对这个东西就有一个执念，我就对对它非常的，对吧？花很多力气去抓住它。但其实如果松开一点的话，哎，其他的机会有可能浮现出来，或者另外一条路也有可能风景也很好。对。可能 Joyce 经常会对，跟你的朋友会在讲，有会有，对，嗯，包括是，我自己也总是会遇到，就当我在我自己人生低谷期的时候，我肯定首先是要让自己情绪完全消化。就比如说我那个去滑雪，我情绪消化完以后，我感觉我说实话，从我自己的角度上来看，我看到的都是机遇。就一旦我的嗯情绪消化完以后，我看到的都是机遇。就比如说我现在在做 life coach，但我其实也没有完全全职。我发现一嗯嗯直也能有就是更好的科技行业的工作机会，我能看到，虽然它的那个行业行情特别差，但是我静下来了，我有看到，哎，结合我的那个我是做 infra，就是做基础设施背景的程序员，发现，哎，现在又有好多新的概念出来了，我也想做，说不定我也又回去职场继续写代码，也是挺好的选择。就是说，可能我最开始的时候会觉得，哎，我就要完全做一个不一样的东西。但你总是可以去 navigate 不同的方向。你可能现在在一个地方，但你可能又回去，但你可能又去另外的地方。就是我从来没有把自己的规划死，但是我觉得怎么说，我没有说让大家不要规划，就是你的环境也决定了你的认知，你的认知又决定了你的下一步。就它可能是一直是一个动态变化的状态。就如果你的心态一直是一个相对平和长远的角度来看待一个事情，会好很多。对。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就是人生其实是 dynamic，这个弹性非常非常大。对你对有时候你甚至都没有意识到，你可以做很多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事情，而对且很多很多事情可能也没有那么难，并不是说我就学了这个专业，我就只能找这样的工作，我就只能在这条路对到底，没有的。其实，套一句比较俗的话，大家都说人生是旷野，对吧？你不管从哪个方向走，你都可以走下去。人真的就是随着环境的变化，他的这个本能的这个反应和这个适应性是非常强大的。对，没有你可能没有你想的那么脆弱，你可能比你想象的要更厉害，更加 powerful 很多很多。所以这个我觉得嗯是可以，嗯，可以就是把这个东西更加的装到自己脑子里一些，不要被这些负面的情绪所左右。
我顺便分享一下，我当时有一段时间负面情绪非常大的时候，我看了一个秀，一个 TV 一个剧，叫那个《Seven Feet Under》，嗯，不是那种特别爆款的剧，但是也非常经典的剧。《Seven Feet Under》，它是讲一家人是开那个殡仪馆的，对，然后这一家子人就是因为每集都得死一个人嘛，这个故事就是讲殡仪馆就是会有不断的有死者，然后自己家里所有这些家庭成员全是问题，没有哪一个是活得正常的，就正儿八经的，非常一路顺风的，每个人就是都是问题，然后再加上同时也是这个行业，整个剧的调性其实是非常非常灰的，但是啊，我看了以后，我就觉得好轻松，我就觉得，对吧？那触底就还嗯，对我现在这底还猜到哪呢？人家在那种情况下，对吧？照样去生活，照样去工作，照样去该恋爱该恋爱，该结婚该结婚，该工作工作，对吧？这我才打到哪呢？我在这里当个什么呀？我在这里，所以那部剧其实给了我特别多的那个一些 power，就非常神奇。我本来以为那部剧非常淡，但是看了以后反而整个人平和积极了，了许多。哎，我觉得就是好像留学生这条路吧，大家见的和这个环境周围的人，其实真的都是相对是同质化的，就是说对对大家的环境都一样，都是优秀的学生，都是这个出来留学，然后学习肯定都是很不错的，然后之后的目标大部分都是要进一家大厂啊，或者是有个好的工作，有的可能会去创业等等，就他的这个同质的这个程度非常高。我觉得可能就是说你的这个 perspective 就会一直就留在了一个比较窄的一个这个领域。对其实就刚刚你们讲说这种拓宽，你哪怕去看个剧，你也能拓宽一点对你的这个视野哈。然后你去接触更多的人，你如果就是你最早讲的，就是要讲说要有一个爱好，其实并不是嗯说这个爱好会真的能从生计上来说支对持。不一定能支持你，但是你可以看到别人的生活，然后这个爱好甚至如果扩张到这个圈子够大的话，你能看到很多其他的生活的形对态，都是可能的。这个，对，我觉得一方面很理解，然后我们自己当时也是这么过来的，就是身边都是同样的人，就觉得只有这个是对的，只有这个是可能对的，然后就抓着这个就真的是抓住不放。哎，我走过来以后，倒是真的是觉得，其实就是它只嗯是一条而已，这只是一条很窄的一个路。对。哎，龚律师，我最好问一下，你会跟你的客嗯，户说这些事儿吗？你刚才说的那些东西。不太会。我可能会这样讲，就是他们因为大家跟我聊的时候，可能会聊一些他的这个职业上的一些计划，或者是一些人生的这个，就是聊着聊着就会讲着身份，就会讲着一些工作的事情。那我们可能就是在生活，就是在工作和职业这一块儿呢，我就是觉得说，分开来看，就是比如说。为了身份是怎么样？因为像在等绿卡的时候，有的时候多等一两年就拿到了，但是这边又有机会，这是最常见的。然后绿卡就要跳槽，那跳槽以后不是不可以，那你又要重新开始做，对吧？重新开始做这嗯个程序，它可能会多花时间，大部分是这样的情况。那这个时候我就会让他真的是要综合考虑，如果这个机会值得，你是值得你去多花时间。对吧？就是你的职业的这个你的理想，另外一方面，你是优先你的身份的话，那你就只能在这边再待一待。就我不会再讲刚才的那个内容，但是我会就说这个是两件事情，这个身份肯定不是唯一的。对，难得你看，让龚律师说出了想对大家讲，而不是用自己对大家讲的话。我会非常乐意与龚律师合作，就觉得就是听起来非常的对对对对，我暖心也觉得真的专业。是，因为我们对很多客户就是会有很多 concern。我们其实我觉得做律师，其实有的时候也是有点做那种心理建设，就是他有的时候客户他不是不知道这个事情，但他想找人聊一聊，对有时候哎，会遇到问题，我就想找一个律师聊一聊，然后聊了以后，其实可能没有得到太多的信息，但他得到了很多信息的确认。
就是我是不是现在只能这样做？我是不是没有别的路了？他可能已经做了很多 research。你看，我们在这边的留学生，大家学习能力都非常强。其实再加上现在有 AI 的辅助，这个信息他不缺的，对。但是他想找一个人，就是把这个话讲出来，然后那个人再得一些反馈，就人和人之间的这个，最后他就觉得，我就心里就是稳了很多啊，你太就没有适合做 life coach 了。然后回来跟你学一学要怎么去走这条路。我以后就2个 office，然后一边做律师一边做这个。在周律师那边没讲出来的话，就放到这边去。哎，对对对，请移步到这边办公室。哎，挺有意思的，对，挺有意思。对，我觉得聊到这里，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今天其实并没有想聊太多，就是 H1B 这个政策本身是怎么回事。我其实觉得给大家带来一种不同的视角吧，就是怎么来看待这个事儿。因为我前面就说了，这个 H1B 这个事情本身就很不靠谱，它这个过程本身就不靠谱。你说最开始大家来读书的时候，都被这个签证面试官问过你有没有什么移民倾向，对吧？你要保证你读完书以后要回国。哎，这这，那这 H1B 是干什么的呢？对吧？你如果默认所好，有人读完书都回国，那怎么还会有 H1B 这回事？所以它这本来就是自相矛盾的，就这事情很不明。我看过太多了，好多人，这个龚律师你可能比较专业哈，那有的律师不负责任，办到第4年、第5年，马上就要拿到绿卡了，发现申请材料里有一个致命错误，推倒重嗯，来，从打广告开始，第一步重新来，哦，嗯，这 make sense 吗？这是对。想让人最有，简单的就是公司换地址了，比如说公司换地址了，你这个原来的这些广告就作废了，可能说他有可能就要换到别的地方去，这也是所以会遇到的。就你说这个 make 政 sense。策呢，美国这个移民政策，还有其他，我相信很多领域的政策，它都是有滞后性的，就是它是，而且是一块儿一块儿的，对吧？我们现在讨论的 H1B 也好，绿卡政策或者什么，它每一个都是单独的，它们之对间的这个一个是滞后，就是很落后，像 H1B 里面很多东西还是十几年前的一些数字啊，这个定下来的一些规章，它是根据当时的这个情况来定的。就现在已经不太适用了，包括比如说绿卡这边的广告，还要在报纸上做广告，其实现在估计也没有人在报纸上在没有人看报纸了。对，就是几十年前的一些practice，现在还留在政策里，然后他们相互之间又没有太多的这个关联。他做这个的时候，他不会考虑那个，就是比如说 H1B 只有6年，但是绿卡排期要排很久，就光是这个问题，就是都是通过后来的一些政策的 memo 才把这个联系起来，说哦，你有了140，你可以再续 H1B 等等，就是相互之间它的这个联系也是比较弱，所以从政策的制定来说，它可能它只是这么一块一块的制定，而且也没有办法及时更新。但是从我们就是在生活当中啊，从就是Zoyo，你说你觉得从一个留学生的角度，这个人生的这个角度，我在对，这个政策的这个影响下，我这条路真的是非常的，很多时候是非常的不合理，也就太多槽点了，就是是对，真是。所以就是为什么叫大家不要往心里去，这 is not your problem，it's not your problem at all，对吧？在几年，就可能在你们刚刚说你们工作的那个上，和 Joyce，你们2个当时这个生活和工作的这个环境，包括我自己，也都是很长时间之前了。我觉得我们对，那个时候好像比较稳定。我觉得更多的我的感受是那个年代市场好一点，当时然后政对，策稳定一点，所以呢，虽然不合理，但是大家在这个相对稳定、相对可预测的这个环境下。还是说可以去做一些调整、一些改变，哪怕 Joyce 你不知道政策，但最后也 OK。对对对对，但是因为你找工作找得快嘛，市场比较嗯，好，所以你都不对，知道60天的政策，但是你就在60天之内找到工作了。那这个是就是这个那个年代的幸运，我觉得这个年代的挑战就是说很不 predictable，在这届政府下面，所以大家就是可能要比较关心这种，比较及时的去关心这个嗯，政策。但是对，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确实是有更多的机会，就是你有更多的机会去打开一些你原来从来没有看到过的这个领域吧。对嗯，就对，是对吧？就是你去接触更多的东西，因为这条路它有一些困难，所以我只能去接触更多的东西，嗯，那也是一些机会了。
对，哇，我还想补充一点，忽然想到的就是，在政策这么变动的环境里，如何在职场中保护好自己，这个很重要。就可能有的人会一直待到最后，最后真的待不下去，就是把自己 burn out 也好，做没有意义的事情也好。但有的人他发现信号感觉一点不对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准备面试，就他把被动变成主动。就我也有朋友这样做。然后他比较好的一个做法是，就可能有的人会说，哦，如果我请了假去准备面试了，老板是不是知道我要走了？那这样是不是更不好？但是就是说，他可以做到一个，就是说相对的平衡，就是说你当然也不希望跟你前老板关系弄得不好，万一你以后还要回去呢，就你这个表面关系一定要维持好，对吧？那你同时也不想因为你准备面试，把你手上这个任务给搁置掉，导致 performance 不好。所以他的做法是可能就是说，哦，我可以 take 一个，比如说2周的 week，就我就是一个 take hard two weeks week，specific 专心的去做准备面试的这一件事情，然后我再开始，然后再去这么做，就是他把自己处在一个随时 ready 的状态，嗯，来适应这个环境，而不是说我可能这个工作我好不容易找到，我要把它收到死，对，就给自己多几条选择。是，我哎觉得，Joyce，我记得哦。那你说，你没事，们说。你说。就是我记得你上次有提到过一个，也是一个给大家分享的经验，我觉得你也可以说，就是说嗯，你如果在一家公司，好像不同的部门，对吧？不同的对组，就是都是去跟他们有过接触，然后有就是跟他们保持很好的关系，然后你在对，未来遇到一些困难哦，的，对对对对对，对吧？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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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一直非常受用，包括现在我可能都还在受益于这个，就是我还是能跟曾经的一些 manager，然后去聊天，问他们询问有没有机会，可不可以回来。但他的不好的一点，可能就是说，因为你没有长期跟一个 manager 建立关系，所以可能你的升职会慢一点。但是这样做的另外一个好处是，在你走之前，你把每个 manager 的关系都维持好，你都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hard proof 的 deliverable，他们是记住的，他们一直是记住的。对，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策略，但我这么走也只是因为我真的是每次做到一个项目，当我做到真的没有兴趣，就是觉得没有意思的时候，我就会想换组，我去试试看我能不能做到其他更好的。对，挺好的，我觉得每个人就是做自己擅长的事情，然后做自己最 comfortable 能够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就就挺好了，对，不要保不要不要不要护保护保护强求。能量。嗯，对对对，因为比方说搞关系可能不是你的特长，你就也很难了，对吧？对对对对，但是如果你正好嗯。是这样的人，我觉得确实可以多留心这种 relationship 呀，这种多一个朋友多条路嘛，这个嗯，对，是这样，是一个策略，对，嗯。感谢龚律师提到，我都忘了这件事情，确实，对，这是我幸运的地方。对对对，对，我刚才是想说，那个我们当时就有那个同事，就是因为不了解政策嘛，嗯，而且当时是因为川普的第一个 term 是刚刚开始这个政策趋紧的时候，就没有这个警觉，就没觉得换工作啊这些东西是一个太大的事情，因为原来若干年大家换工作，反正没有听说过谁换工作被拒的，对吧？拿不到这个H1B 的 transfer。但就是从川普第一个 term 开始，就会有人换工作，然后这个对，这个被拒，然后他就非常不巧的，当然自己也没有特别的去上心去 review 所有这些材料啊，去想办法，嗯，所以就最后就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结果，对吧？就被拒了，而且还不是一个两个人，有好多人嗯都是这样。嗯，所以怎么说呢？不确定性确实是会越来越高。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大家可能就是多留意这个一些政策。我觉得这政策，龚律师最有发言权，对吧？如果大家要专业的这个政策的指导，可以对，可以找龚律师去细聊。但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心态嘛，对吧？心态的调整，嗯然后把这个事情能够想办法 get along with，对吧？你能对，够正确的处理好跟这些事情的关系啊，不要太重，不要太压抑，不要太痛苦。
这是你生活的一部分，对吧？我们要认真的对待，嗯但是它并不是你生活的全部。嗯，我当然这里我不构成任何建议哈，但是其实很多国家都可以去，对吧？你这个嗯，对对对，我们有很多去加拿大的，疫情的时候去加拿大的客户挺多的，我有去甚至日本有一些的朋友。是吧？就有很多有去日本的，很多对，公司就把就是把分公司设在加拿大，而且甚至设在离美国很近的地方。然后嗯，这样的话，他们也就是要来美国，也就是如果是有什么事情回来出个差，也是很方便的。然后对加拿大的政策，当然这几年前面几年，疫情几年是非常好的，我知道有朋友去了，我听说过的比较有趣的国家有哥斯达黎加、百慕大。我说哇，你们是真的是去，是因为我觉得是你们想去吧？你们是想在那边去玩的对，吧？是因为是可以 remote 工作，所以其实去哪儿都无所谓了，是吧？不是 remote 工作，就是公司外派去那个地方一哦，年，外我在派去专 r 回，OK 来。嗯，对，OK，我听着就觉得啊，还有这种地方呢，你们这太舒服了。是的，是的，而且有一些客户还会专门选择，当他们到了就是我们见过到了更后期，资产也比较多的时候，他会专门选择一些税务方面更优惠的国家。那美国显然不是一个最优惠的国家，对对对，所以肯定是有更多的那个选项。但是可能刚毕业，大家都觉得说我至少还是要先在美国工作一下，嗯哎，学习学习。能理解了，能理解，嗯，而且尤其现在中国的国际化其实是越来越强了嘛。我看很多中国在东南亚呀，在南美有非常多的 opportunity，也需要非常多的对中国人去参与当地的业务，所以对。就是还有就是把眼光放宽一些，放长远一些，我觉得总归是，嗯不管是从开拓自己的视野的角度来说，还是给自己的更多的可能性来说，我觉得都可以尝试，都可以去做更多的这个 explore 吧。嗯对，嗯嗯，好，那我们今天聊了非常多关于 H1B 的事情，虽嗯然我们并没有特别的深入讨论这个技术的细节哈，这个留给龚律师以后私下里可以给这个嗯客户再细细的再归纳对啊，但是我觉得今对天我们就是聊下来，感觉当然是无奈，很多这个政策不被我们不能够我们所控制，但是我觉得大家的心态是大家可以去调整去控制的，这个是希望大家要有这么一个好的心态哈，这个嗯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在这个人生方面的选择哈，这个 Joyce 就是专家了，对吧？也欢迎大家有需要的可以找我们的 Life Coach Joyce 去咨询。嗯，两位还有什么最后的 final words 想要给到我们这个广大的留子的朋友吗？龚律师，要不你先？你刚刚其实介绍 Joyce 的时候，我是想说，哎，Joyce，你要不要讲一下到底 Life Coach 是干什么？就是可以帮到大家做什么？因为我其实也是第二次听到这个名字，就是说是 Life Coach。那我们知道有 therapist，对吧？有这种嗯，职业相关的一些这对。个 coach，但是 Life Coach 这个好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范围。对，他其实 life coach 他更适合就是说你有下定决心想做改变的人，就可能当你处在一个非常非常抑郁，也不知道该怎么样的状态，其实可能不适合于找 life coach，它尤其适合于你有下定决心想改变这件事情，但是你不知道方向的时候。就比如说，可能我针对的客户更像是，他真的觉得一直在科技行业这么卷得非常的迷茫，没有意义，甚至还 burn out，不知道自己到底图啥。那我可能可以做的事情就是说，引导他探索自我，找到一个让他觉得更有成就感的工作。不管是就他现有的工作也好，就甚至说他可能想去转型做其他的事情也好，就是说在内的一种探索。那可能还有其他的 life coach，他做的事情就是说给你建立一个更好的饮食，就可能结合他自己的背景。一般做 life coach 的人都是自己经历过一些事情，走出来发现，哎，我可以帮助更多的人，于是开始做。那我觉得像龚律师，可能你能做的东西，我觉得
太多了，你都行，你自己就找一个对，我人们要好好在私聊一行的下这个，对对对对对，我挺有大概是兴趣的。这样。对，可以成为一个 partner，对吧？这个嗯双管挺有意思。齐下。嗯，是的，对，是的，对，嗯，那好，太棒了。既然我们今天对是就快要接近尾声了，我觉得就是总结下来，从我的角度想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在这么艰难的环境，可能真的是过去这十几20年来我们所见到的环境当中，在移民政策下面，这是最艰难的这几年，所以真的是极大的挑战，也是一种机会。就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可能也是想让大家觉得说有这么多挑战，但它并不是想要让我们就是觉得没有希望、没有办法，或者就是自己很倒霉，而是说我们真的是打开这个视野，有的时候也是被逼到一个时候，打开一个视野的话，其实是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多的这个空间的。所以我觉得，从我的角度，大家还是要看好政策，分析好自己的这个风险。但是呢，要有更大的这个包容度和更大的接受度来面对生活和自己的职业生涯。哎呀，说的对，太好了，加油！我觉得用这个作为我们的这个结束语就再适合不过了。是的，是的，太好了，我们对，感谢大家，感谢大家，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对对对对对，加对对对油加油！对，希望大家都加油吧！啊，希望大家最后都能够达到一个自己所理想的、所愿望的，一个美好的一个人生的一个成就啊，不仅仅是事业的成就，是人生的成就啊。嗯，好，那今天非常感谢两位，跟我们一起来聊了一个 H1B 的话题啊，那我们这个私下里再接着 follow up 你们的这个 life 对，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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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两位，谢谢谢。谢，好，谢谢，谢谢，谢谢，拜下拜。次谢谢龚律嗯。师。